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哇，K 哥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以及在座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叫蔡自增，来自辽宁大连，今年32岁。这有2米吗？有了，有2米就是哈。加鞋有了。不加鞋的话，身高是1.98米。哦。我想看我们最高的24号多高？我净身高是176。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和未来的另一半能每年都去拍一套写真。本身我这个人就可能不太会照相嘛，然后每次自拍的时候，就是一看手机，就是会自己吓一跳那种。拍写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不一样的自己。哦，这是你啊？对对对。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和未来的另一半，然后都去发现一些不同的自己。11号。男嘉宾你好，我经常也会去拍写真，基本上半年拍一次吧。哦，那挺好的。有没有写真我能看一下的？哎呦，哦，这是这个是我。哦，12号刘云杰。这是我。是小爱。小爱。哦，汉服小爱。哇。13号费梦江。如果以后我有另一半的话，我希望他把这些风格都尝试一遍，这样我就可以，就好像拥有了很多种不同面的他。15号。我是拍写真的重度爱好者，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拍4到5套。哎呦，哦，每个月4到5套，约等于1周1套以上。差不多，因为我的朋友很多都是摄影师，然后他们经常都会想创新。哦。然后暂时来说了，我只拍过单人的写真，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拍一下双人的写真。那可能希望你来教我怎么摆动作吧，因为可能这么高的频率，我可能就木在那儿。我们可以互相教一下。来10号。男嘉宾你好，像我呢，每年也会拍一些写真，但是拍写真的过程呢会很累。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就是介意和我讨论一些热点话题。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常会去看一些热搜嘛，尤其是关于两性的，可能会更好的去了解，这个问题女性会怎么想，然后男生是怎么想的，可能这样更利于我未来和另一半的相处。是这样。朱瑞。就是你讨论这些热点话题，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你最后是赢了的那方，还是说被对方说服的那一方？其实讨论这个问题不在于输赢，主要是一个过程，就是会发现他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针对于这个问题，然后就更好的去发现彼此吧。其实我还挺同意他这个想法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我的这些朋友不会去跟谁讨论对这个事儿谁想说服谁，但是呢，我们一加某个人的微信，如果你看一下他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几乎就可以决定我是否愿意和他继续保持某种交往。对对对。13号。男嘉宾你好，我这边有一个热点话题，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的意见。这个事件叫拉菲草事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可能不好意思，我可能。因为我了解到的这个事件呢，就是主要是男生在送女生礼物的时候，就是为了仪式感嘛，他用一个大的箱子，一层拉菲草，一层礼物这样铺着，但是他铺的礼物呢，都是一些可能不用心的，然后也很
潦草的一些零食。明白。然后女生开箱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件男生穿过的衣服，给他做袄子穿。可能就是他和他女朋友这种长达7年的恋爱，在他眼里面，他女朋友好像并不值得他用心去准备礼物。所以就是针对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呢？首先站在男生角度上讲，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该给女生送什么样的礼物。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点在于，我如果要是跟你相处了7年，我还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男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的地方，这是我的观点。对这件事有没有人想说自己的看法的？我们听一听。陈佳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纪念日，我觉得他送的礼物肯定是要纪念意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件的根本就是这个男生他对于这个纪念日以及他的女朋友的不用心，所以我们才就是所有女生都觉得比较寒心。我们曾经讨论过关于礼物的这个事儿，我想就是几个维度嘛，它的商品价值是一个维度，你的用心程度是一个维度。你满足了对方的哪种需要，这是一个维度。如果这3个维度都具备了，它一定是个好的礼物。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送礼物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是希望你的女朋友直接告诉你喜欢什么，你去买，还是说，希望她不要说出来？我本质的确实是希望，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但是如果像这种纪念日的话，我觉得女生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希望给一个惊喜存在的。谢谢。傅松，就是如果咱们讨论的是这种跟生活很近的话题，我就会希望说最后能够落实到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上，有个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对。看片子。这个在夜晚依然忙碌的人，是一家外企的紧急事务处理员，工作中凭借优秀的英语水平拔得头筹，而这一特质也曾助我达成心愿。这就是我，蔡自增，欢迎来到我的世界。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这艘船既载人又载梦想。因为电影《泰坦尼克号》，我对海上生活充满了向往。13年，凭借优秀的英语水平通过面试，登上了邮轮。我喜欢海上的安静纯粹，没有手机信号，却可以和提前下好的钢琴曲作伴。想象成为杰克或者1900，遇见一生所爱。我要加点钢琴属性。每次路过船上的那架钢琴，我都很想尝试，却总因为不会弹被保安拦下。但这次经历成功唤醒了我从小的钢琴梦。30岁还不算晚。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我在练习小提琴的旁边的那个教室就弹奏了一首很美妙的曲子，然后我跑到旁边教室一看啊，居然是个小孩子，然后也可能就6、7岁左右，然后瞬间就被打击到了。还得加点社交能力。但凡回国后，我不太适应国内的沟通环境，为了提高沟通能力，我开展了100多次自我介绍行动。不论身处何处，大胆向身边人做自我介绍。阿姨你们好，我叫蔡自增。当然，遇到滔滔不绝的大爷大妈，多高的个小伙啊！我也只能落荒而逃。我还参加了几10次的相亲活动，虽然不太吃香，现在我已属性加满，期待你进入我的世界。你参加了多少次相亲啊？就大大小小可能几十次吧。20、30次还是80、90次？没有20、30次，20、30次足。贾倩，你参加过多少次啊？相亲的那是3位数了吧？你看，他除了吃饭、睡觉、上班，就在相亲，要么在相亲，要么在相亲的路上。4号。我看到你说你会喜欢待在轮船上，那你一般是待多久呢？因为之前我的工作就是在船上，然后
可能是需要待半年左右这样的样子。我的天哪！然后1周左右会就是走到地上一次，但是基本上都是待在船上，而且没有信号的。他现在工作已经换了啊？对，现在已经换了。哦。就是我会想分享一下关于我自己的梦想，就是我从小就一直希望可以生活在海上，然后当一个比较自由的海员。Are you ready, kids? Aye, aye, Captain. 其实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去船上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的爱情观可能就是由那个《泰坦尼克号》这个电影而来的。哦。就是所以我对大海是非常向往的。看了那个片子，喜欢在海上工作，我觉得不可思议。你说我向往他们俩的爱情倒是可以理解，看了这艘船沉了，我觉得我想到海上去工作。我倒觉得它带来了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情侣之间，尤其是在结婚之前，如果有一次旅行，2个人在海轮上面，最好跟他说的一样，那个轮船上没有信号，你们2个人生活7、8天，如果下来依然跟上船之前一样恩爱，你们一定能过得好。其实刚才男嘉宾向往海，包括4号鱼我也向往海，所以他们向往海，其实心里潜意识有2个指征，一个是挣脱感，就是你对当下的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生活结构里面有一种潜意识的巨大的不满。但是你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反抗，所以刚才4号说他特别向往在海上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是一个异域的投射的想象空间。第二，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对孤独和自由其实是享受的。你看他自己说，到了海上戴着耳机听钢琴，一个人的世界是非常自洽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另一个人要介入到你一个完整的圆的生活里的话，你有没有做好这个迎接的准备？这也是要去问自己的。对，其实我就是非常享受那种生活吧。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手机信号，我一天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的。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去咖啡厅看看魔术，然后想办法拆穿他的那个表演。女朋友骗他都可以不戳穿。去看看魔术表演，他要戳穿人的魔术。看下一条片子。从陆地看向大海，浪花就像那些年退却的爱。第一段恋爱的他，我们相识于同学联谊会。起初他会在我打球时来给我送水，我心里可美了，心里想着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一鼓作气直接表白：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但我被拒绝了，当时心灰意冷，觉得彻底没戏了。但又是一次打球，她没来，她的闺蜜突然来找我。你能不能主动点儿，像个男人？嫌弃我不够主动，我幡然醒悟，就又精心策划了一场表白。我很普通，但是我很喜欢你，希望能和你在一起。其实我也挺普通的，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一次，她终于陷进去了。毕业以后，我去了国外工作，在跟距离和时差斗争很久后，他主动提出了分手，当时挺手足无措的。都说上物理如物理，第二段感情的女生居然和我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我们经常会因为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去探讨量子力学理论，但理科爱好的她却也有细腻的暖心时刻。有一次，她和我一起在我家帮忙装修，结束后有事要着急出门，当时我的衣服很脏，但是没有时间换。结果一出门就碰到了我朋友。哎，兄弟，你咋穿成这样就出来了呀？哎呀，没事，我们着急先走了。外人很嫌弃，他却丝毫不在乎。当时我特别感动。渐渐的相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不喜欢我和朋友出去吃饭。哎，强子，啥事？哎，咱周末老地方见呀。我就不去了吧。觉得太安逸不上进，我就减少了往日的聚餐。每次约你都这事那事的。但朋友又对我说：“那你以后会没有朋友的。”我就找了一整天时间陪他，就想晚上能请个假陪朋友去吃饭，但是没想到他还是不同意，所以最后没办法，我就偷偷溜出去了。我们经常因为这件事吵架，那件事以后，我们的关系就渐渐冷淡了。分手时，他开车带我去了桥上，提了分手就扬长而去。
我走了很久才打到车回来。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们携手漫步，让大海承载我们共同的记忆。2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那个视频里面你有说，你女朋友不太喜欢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啊，对。其实在我看来能理解的，因为男孩子在一起嘛，总要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那我一个人坐在那边，我会融入不到你们的话题，我就只能刷着手机，很无聊。但是我一个人回家的话呢，我又挺渴望男朋友的陪伴的。就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平衡这种关系呢？当时我也是和就是我的女朋友去讨论这件事情嘛，然后商量到就是我1个月能不能出去和朋友吃一次饭，但是我们当时可能就是吃完饭吹吹牛，然后打打扑克这样子，但是她可能不太喜欢，所以她就也不希望我去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对，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你们有没有觉得有好的办法？比如陈明，你的朋友圈里边，有些可能你太太比较熟悉，是，可能也有没有不熟悉的？有一些，那很少。你是不是你的聚会他都参加，还是选择性的参加，还是从不参加？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们有没有觉得有好的办法？比如陈明，你的朋友圈里边，有些可能你太太比较熟悉，是，可能也有没有不熟悉的？有一些，很少。那你是不是你的聚会他都参加，还是选择性的参加，还是从不参加？就是基本上只要他有时间，一般都一起去。有没有他明显在桌上跟你的朋友在一起，有一些觉得无聊、不耐烦的那种，有没有过？比如说我们辩论队聚餐，因为我们辩论队战友之情，我们就感情都特别好。但对他来说，大伙都比较陌生。他会怎么呢？他6点开始吃，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聊，吃到8点左右，他就会先说，孩子可能要睡了，他就先回去，然后他就把车开回去了。这样我待会也没有车，就也可以喝一点啊。然后会约定个时间，说不要太晚，比如说不要超过12点。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有自己聊的时间，然后他有一个很合适的时间可以走，但是12点之前我们就到家就行。他太太做的很好的，你一看他这个情况吧，我不是那么容易跟你们融入一起，我稍微提前走一点，走了说，你不要太晚回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举动。我觉得可以划分一些，就比方说，有的是你特定的圈子，是；有的是我特定的圈子，有些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而不是说我们俩的圈子必然要在一起去融合。我觉得这个没有这种必然性。所以这就是漫长生活我们要面对的是哪些东西可以去，哪些东西自己都可以不去，去了之后应该如何处理。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值得讨论一下。傅聪，男嘉宾，您现在找对象的这个主要是考虑哪些方面？首先，我就是希望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吧，因为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我很喜欢和对方去讨论一些问题，然后希望他有一些自己独立的见解，然后我们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的看法，然后彼此完整就是对方的世界。然后因为我本身个子可能会比较高，希望他就是个子能稍微高一点，但是并不是绝对的。身高上有具体的要求吗？可能最好是1.7米以上。他不做硬性要求，他刚刚说了，就是个建议。我这边要说一下哈，其实我妈妈就是1.5米的。哦，你妈妈1.5米？对对对，就是。我想问问你爸爸2米几？我爸爸1.85米。哦，基因突变。对，我也是这么解释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吧？明白。哎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动女生是谁。来，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我感觉特别意外，然后我身高比较矮，对。
你看刚刚是18盏灯，你说完了一个数字之后，夸0，你看，本来没准1号一直留着，其实挺感兴趣。其实我告诉你，他说最好1.7米以上，这个说完了，1.7米以上的也变，1.7米以下的也变。是我一听我就吓死了，你太实在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1号，你刚才灭灯是除了身高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有，其实有，就是我很害怕争吵。其实我虽然做律师，但我很害怕争论，我很不喜欢。其实真的，我的个人感受，如果涉及到哲学层面的这种争辩，根本不会影响到生活。对。真正会影响到幸福爱情的是，明天到底是吃甜的还是吃辣的？这一蔬一饭一茶一酒当中，一点一点消耗。但哲学上的这种冲突，只在书房里，推开门还是世界，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你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家陪了你1天，就是想晚上和兄弟出去喝个酒，结果他还是不同意。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再陪1天吧，要不再陪1天是吧？你在这个当中你愉快吗？如果你很愉快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我尽量做到愉快吧。你要学会更尊重自己的感受，然后有更恰当的表达的方式。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因为我本身个子比较高，然后我也希望和自己的女生更搭一点，所以我可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是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我觉得来《非诚勿扰》，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有了很多的成长。觉得与其去探讨热点问题，还不如探讨一下你为什么不让我跟我的朋友聚会，你为什么那么多时间要求我跟你在一起，你到底在怕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成为更好的我们的那种可能性，就因为相互探讨碰撞，去彼此了解，去彼此释怀，然后才有可能彼此成长。很难的，其实要说清楚自己的想法都很难，听清楚对方的想法更难，听到的还有他的话后之音，难上加难，要一点点锤炼。是的，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飞哥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张世浩，来自四川成都，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去聚会的时候能够带上我。你跟2号可以好好聊聊。你希望他出去把你带上，要不然你会难受是吧？因为我有女朋友的话，我出去的话，我一定会带上她，能够让她有点安全感。然后，所以我希望对方出去的时候也能带上我，然后也为她的安全着想。当然，如果是跟闺蜜去的话，也可以不用带我。你这个和你过去的经历有没有关系？有，就是你过去的女朋友出门不带你。对，而且也不跟我说。但是你还带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出门然后不带你，也不跟你说，你的是什么心理的一个动程呢？就很担心，然后就给他发微信打电话。你担心什么？对，我怕他喝多了，然后没有人照顾他之类的。你是怕他喝多了，别人照顾他是吧？有。10号，
就是像女孩出去聚会，一般都是去做美甲呀，然后就做头发呀，这种就时间特别长。那你要是跟上，你会不会就觉得挺无聊的呀？我不会无聊。然后的话，就是如果是跟闺蜜去玩或者做指甲之类的，可以不带我。你不会无聊吗？他们做指甲？不会，不会。你就在旁边给他们提供关于指甲的款式和颜色的一些建议。没有，我会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待着。张文超。男嘉宾你好，你好，我的职业是一名医生，然后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去聚会也都是和医生朋友，我们谈论的话题也多是医疗行业。那如果我带你去的话，那你会聊些什么话题来热场呢？我今天哪里不舒服？我把我贡献出来供你们研究。会可能试着聊一点，就是他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案例啊，或者是病例。他们生殖科学聊一些特殊的案例，你确定你能？他们一聊，哎，我也是这样的。11号，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你好，如果聚会不带上您的话，您会一直夺命连环扣吗？不会。如果就我给你发微信，你告诉我一声，或者是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有人陪着或怎样的话，我就不会的。好的，谢谢。我听出来男嘉宾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你确认是跟闺蜜出去的，他觉得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是有异性在一起喝酒啊、嗨啊什么的，那他是很希望至少要知道你跟谁在一起，然后最好是把他也带去。他就是必须得带去，因为他如果女朋友在外面喝酒，如果喝酒没有人照顾，他很难受；如果喝了酒竟然还有人照顾，那更难受。他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还是说女朋友跟其他异性会有发展，所以这个是最担心的，对吧？对，是的。好，你用3个关键词描述一下你的前女友。3个关键词：爱笑，然后不爱搭理我，不爱搭理你，然后还是不爱搭理我。就是这个关系里边最主要的特征是不爱搭理我。那他对你笑吗？笑着还不搭理他，笑而不理。你们维持这种笑而不理的关系大概有多久？4、5个月吧。你确认你们是男女朋友？确定。好吧，我们待会儿再破案。来，第2个问题是什么？我不希望对方在吃东西的时候太过于将就。太过于将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因为我之前的话，可能吃东西可能一天就只吃1顿，或者是不按时间吃，所以说我的之前身体就不太好。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吃东西的时候比较按时，然后的话也能吃的能够稍微有点营养。16号。你好，男嘉宾。你好。就我能理解，就是你对于吃东西不要太将就，是更在乎那个健康，就超出于对美食那种仪式感，是吗？是的，是的。就你之前为什么就会一天只吃1顿？因为之前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吧，然后之前帮在家里面打理很多事情，然后家里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可能没有太大的心思去管控，就每天的一个按时吃饭的一个时间点。看片子。我叫张思浩，25岁，成都人。成都人都比较热情好玩，而我最喜欢玩的是桌游，所以呢，我现在在一家桌游店工作。对我来说，来工作其实就是玩游戏，像 Uno、达芬奇密码，还有炸弹猫。我自己喜欢玩，也特别喜欢教别人玩。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玩，还会特意让他们赢。其实玩桌游嘛，主要就图个开心、放松。对于我来讲，把爱好变成每天的工作，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的同事们都是一群很年轻的90后，工作氛围的话非常的轻松。而我的老板是一位99年的小女孩。你们知道有一位99年的老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七七，你不是今天过生日吗？晚上订个蛋糕一起过呀。啊，好啊。小高，你不是最近才谈恋爱吗？晚上下班早点回去陪女朋友呀。好，我洗了杯子我就溜。张世浩，你怎么还单着呢？扎心了，老铁。
生活中我的朋友们都比较帅，而且家庭和能力都比较优秀，所以有时候我会有点自卑，不太敢主动追女生。虽然我的外表看起来比较高冷，但是我的泪点很低。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今天早上吧，看到一条关于老人的一个视频，然后就特别感动，然后就哭了。在朋友里面，我经常是他们的情感调解员。我有一个好朋友，经常跟他女朋友吵架，他只要一吵架就来找我。时间一长，我的调解能力也变得很强。他俩现在还在一起，我的功劳很大，他们得请我吃饭。那你会给女朋友制造浪漫吗？不会，我不太能够理解把礼物藏起来，然后再刻意的送给她，直接送就可以了。10号，今天好冷啊！冷？你动一动跺跺脚就不冷了呀。你这个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不要，我走了好几条街才买到的。我最近想交男朋友了。哦，有喜欢的人啊？对啊，我正在跟他聊天。哦，那你聊吧，我先走了。但我在心里面还是很疼女朋友的。我爱你这样甜蜜的话，虽然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会写下来。希望能找到一个爱笑的女生，我会带她玩各种好玩的桌游，让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22号。你好，男嘉宾，我看完这条视频，我特别想反问你，就是你找到你前女友不爱搭理你的原因了吗？可能有点吧。可能有时候就确实不太注重于生活里面一些浪漫和惊喜吧，因为我本人确实可能不太会，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但其实女孩在生活中的话，往往其实我觉得是很需要稍微有一点这样甜蜜的话呀，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的东西的。好的，谢谢。2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和你前女友在恋爱的日常当中是怎么相处的？因为我之前跟她是通过桌游认识的，然后其实我追了她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最后答应了之后，当时就马上就放假了，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一个异地恋的一个状态，所以有很长时间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的恋爱氛围吧，可能。刚才他的那个问题问的是，你这个症状是就是前女友是这样的，还是前女友们都是这样对你？前女友，只有前女友。前面那一个。对对对。你还记得刚才我让他用3个关键词描述他的前女友吗？其实我猜测，我没有任何依据，我只是猜测，我认为他的前女友可能会要么长得非常漂亮，要么家境特别好，要么职业背景或者学历特别优异。这几条当中，我认为可能会占有其中1条，有没有？或者1条都不占有？占有2条吧。哇！哪2条？哪2条？前2条。16号。你好，男嘉宾，这里先自我介绍一下，我16号女生杨舒涵，然后我也是来自四川成都。你好。然后平时也很喜欢就是玩密室和剧本杀，算是我的爱好和你的工作有交集吧。然后就是因为我在你的 VCR 里面看到你说你是一个比较偏自卑的男生是吗？对对对。因为在我的就是认知里面，就是如果带一点这样性格的男生，他可能会倾向去迎合对象的喜好，就你是这样子的吗？首先我的自卑的话，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家庭吧，因为我父母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可能从小到大的话，就比较怕社交吧，就不太喜欢去接触一些朋友吧。谢谢。我还在沉浸在刚才那个片子里边，一个雪糕，女孩说我要吃一口，我走了好几条街才买到，这个真的挺讨厌的。另外2条，我要是女人的话，我可能觉得没有那么讨厌。第一，女孩说有点冷，如果来宝，这就叫会，她这个叫不会。
是不是有点木讷呢？是有点。是不是不解风情？是有点。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算不算有点老实呢？所以呢，当然确实会略微有点爱情的体验感差一点，但是它也指向了一个经验不足。他那种反应是一个筛选器，他其实也是在反向筛选女生的需求。就女生如果是向往花样、刺激、浪漫感，那这一条马上就减分。但是如果女生向往的是安全、老老实实、归属感，然后那种安定感，那她马上就加分。她其实这是从另一个方式在表明自己的优点，也是在给女生做自我介绍。就你需要的什么，这个东西我有没有，你也要考量。14号。飞哥和两位老师，其实我有一个不同的见解啊，就是对于我不喜欢的人，就是我感觉出来他可能是要追求我，但是我不想接受，我也不想伤害人家，然后人家跟我说，哎呀你好漂亮啊，如果我女朋友像你这么漂亮就好了。我说那我去明天教你女朋友化妆吧。其实是我想拒绝他。你的意思就是他会还是不会分人？所以想问一下男嘉宾是不是这种情况？你分人吗？刚才您说的我特别的认同，就是，这个女生的话，我其实她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她，所以我就会直接的告诉她，我不想去吊着她或怎样，给她一种还有可能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女方的话也是一种尊敬嘛。我觉得这样的话，哎，他说的这个是有可能。朱瑞。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刚刚看到 VCR 里说你送礼物喜欢直接送，那是不是在我们爱情中或者生活中，你是喜欢那种就是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跟你说的人呢？对，我不喜欢藏着掖着。我觉得大家谈恋爱开心幸福最重要，没必要去猜对方的想法。那个不叫藏着掖着，那个叫情趣。哦。看下一条片子。我谈过4段恋爱，前3次都是别人追我，追到后来我就答应了。第3段只持续了7天，我们分手吧。我不能因为感动而跟你在一起。第4次恋爱是我第1次主动追一个女生，她笑起来很好看，可可爱爱的。跟她是在玩狼人杀的时候认识的，我们经常被分到一个阵营，会在夜里对暗号，我们配合很默契。有了好感之后，我就主动约她出来。第1次约会，我想看一个浪漫的爱情电影，结果当时只有《前任3》可以看，她看着看着想起前任就哭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场面一度很尴尬。几次约会之后，我感觉是时候了，在微信写了一篇小作文对她表白，没想到等了半个小时，她拒绝了。后来在12月31号的晚上，他主动找到我，我们打了很久的电话，在电话里一起跨了年。第2天，我想正式给我们关系画一个句号，就给他发微信说，新的1年就让我们好好做朋友吧。没想到他回我，你真的只想做朋友吗？我当时非常震惊，就问他，你想做我女朋友吗？他回答说，我愿意。我真的非常开心，终于追到他了。在一起的前2个月，我们都好好的，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对我就逐渐的冷淡，总是我找他说话，关心他。有一次他过生日，约了很多朋友，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也不跟他的朋友们介绍我，好像完全不关心我的样子。当时我自己在马路边坐了很久，感到非常的失落。再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我们性格不太合适，分手吧。我不想因为感动而跟你在一起。我们分手吧。我不能因为感动而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只想和彼此喜欢的人在一起，谈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13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因为我想知道，就是前面这段感情对你来说是真的很难忘，让你就是无法摆脱吗？没有，其实距离上段大概已经过了4年时间吧。当时可能分的时候，可能有半年左右，我确实很难忘。
现在的话，其实我也理解他当时那样做，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是真的没有什么话说，或者是在一起不快乐的话，确实这段感情也走到尽头嘛。哎，你们第一次看电影看那个《前任3》，看完了之后出电影院的时候，这个气氛是怎么样的？很尴尬，因为当时看着他就哭了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办。你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再来一遍，你会怎么说？会显得稍微好一点？如果换成我现在的话，当时我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动作去，因为我觉得顺其自然最好。林男人陈老师说说，就是你正好请女朋友看电影，然后她想起来她的前任，她哭了起来，你会怎么说？我觉得这很好啊，这说明前任留下的只有伤痛。我会跟他好好聊一聊。你刚才是哪个点戳到你了？你会觉得哭？前任让你最难受的地方在哪？这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将来要规避的坑啊！我觉得是很好了解他的一个机会。伤害其实比欢乐更是了解一个人真实灵魂的契机。就他笑，你是没有那么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笑的，但是哭明确。最后一个问题，16号。你好，男嘉宾。你好。就我想问一下，就你跟你上一段恋情已经隔了4年之久，对不对？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谈恋爱，对。的原因是为什么？其实这4年当中，我社交没有社交太多，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接触很多新的一些女性吧。因为我不想下一段恋情来得太过于将就，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平时一些孤独而去答应他。我想选择的是我喜欢他，然后他也喜欢我，我们能够一起，然后双向奔赴的恋爱吧。那你最看重的就是理想女朋友的特质是什么？兴趣爱好相同吧，然后大家平时都能够聊到一堆，然后我聊天和感觉在一起生活的感觉很好。OK， 好了，谢谢。现在7盏灯，上去灭掉5盏灯回来。哇哦！有请16号、19号。看他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哇！因为我们是要拼造地设的一对，人生不完美，陪你去体会，用时间熬出。他是喜欢玩剧本杀和密室，也喜欢玩桌游系列，做电商。来，再看自推女生是，张世浩的自推女生是桂梦娇。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那个男生为人正直随和，比较务实，不太注重物质享受。感情中呢，喜欢有原则底线，期待踏踏实实彼此连接的真挚的感情。而女生性格温柔细腻、坦诚直率、耐心包容，感情里面非常在意和对方的互动感，随着了解的深入，慢慢建立感情。两人都属于温和耐心的类型，会在意彼此的沟通。女生可以跟随男生的决定。两人喜欢舒适自然的相处方式，是在上升期十分适合相互陪伴支持的互补型伴侣。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罗贤英，不要冷战，恋爱中的仪式感平平淡淡才是真，你选一个。平平淡淡才是真。3，向往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做家务的平淡温馨有爱的生活，彼此要给对方安全感。
桂梦娇，钟爱美食，注重仪式感，我心中的恋爱脑。钟爱美食，喜欢探索地方美食，从巴蜀的辣到无锡的甜，我都很乐意接受。目前唯一接受不了的菜是毛豆腐。如果你是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那就当是我捡到宝了。杨舒涵，理想的另一半，爱情保鲜剂，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是夹娃娃的重度爱好者，会去研究抓取的技巧，很喜欢娃娃掉落的感觉，也享受抓的过程。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我上一次哭呢，是因为我掉了一条项链。因为我觉得我那个项链挺珍贵的，因为是我妈妈送给我的。我上一次哭就是上一次的录制，然后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的破防瞬间，然后就说到了我那个外婆对我说的那句话，就是如果我那个每年见你一次的话，我还能见你几面？我上一次哭是看小说。因为那个小说它很平淡的描述的就是女主从一开始到她结束的这一生，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但是这种平淡就非常的打动人，就那个文笔写的，对。好的，谢谢。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坚持选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6号是恭喜，双向奔赴了。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勾起我心里的烦。当时看到他为我留灯，我很开心，我就想着，就今天是牵他走了。然后我确实会有一点点不解风情，然后我在之后的过程中，我会把自己去改变的更为女方多做一点惊喜吧。大家都说他有点不解风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然后我希望在我们以后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能发掘你更多的兴趣这方面。好，我会努力的。好。我们都在成都，那你周末的话，你平时喜欢干嘛呀？喜欢吃东西，然后去旅游，就周边，然后还可能会去玩。可以，那以后就我陪你去了。好的。他有2个非常突出的招人喜欢的特征：第一，帅；第二，相对是比较老实的。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好，陈明老师、黄澜老师，24位女嘉宾，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王胜，来自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毛塘村2队的，我今年28岁。要不要介绍地名那么细？他这个介绍几乎相当于我来自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街道某小区几零几。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在很多年以前，在他之前有一个男嘉宾叫崔风明，在这个台上是第一个榆林市的男嘉宾，他牵手了当时台上一个白俄罗斯很漂亮的女生。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吧，你要今天牵手了，有可能你能上当地的报纸。结果他牵手了，结果播出的第2天，《榆林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哦，你知道这个事儿吗？知道，特别出名。就是昨天我们过来的时候还在聊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第一，崔风明秧歌扭得好；第二，很会说话；第三，那个白俄罗斯姑娘也好看。我希望你延续榆林男嘉宾的这个风采，继续在这儿有好的表现，好不好？好。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能够和我一起拍搞笑视频，记录生活。因为拍搞笑视频，就是证明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能开得起玩笑。我们这里的姑娘大多都开得起玩笑。张文超，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喜欢拍搞笑视频的话，是捉弄你自己给别人看，还是捉弄别人呀？没有，就是2个人拍视频给别人看。王雅，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比较抗揍吗？因为你如果把我整过头了，我可能会暴揍你一顿，当场发火。抗揍。来，第2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足不出户。不喜欢那些成天宅在家里边的女生，就是足不出户的那种女生，我觉得你待在家里边就是浪费时间。但是这种女生也有。来，我问一下，经常有女生说我很宅，我一天到晚都不出门，特别宅不爱出门的女生举手看一看。好，你记住啊，他们是你不喜欢的，我可以，也可以喜欢。不是我的意思，我可以让他们去发现生活中的一些美。你就像我前2天去广场上转的时候，看到一个84岁的老爷爷，还有一个老奶奶，是40多年的人民教师，一个是耳背的，他听不到；一个是眼睛看不到。他俩只要一出门，就是那个老奶奶追着那个老爷爷的衣袖，就这样从来不撒手的。一个做一个人的眼睛，一个做一个人的耳朵。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呢，你根本发现不了这些好的东西。说明他们这2个人啊，不光是生命在一起，连身体都是对方的一部分。对，而且他用这个故事证明了一定要多出门逛逛。10号，男嘉宾你好，我就是属于比较宅在家里边的，然后我就很享受在家里边独处的时光。那如果说你要带我出去玩，你会想干些什么呢？你像出去吃一些我们当地的美食呀，或者是去认识我的一些新的朋友，哪怕就去山上呀转一转，或者是看看风景，都挺好的呀。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下一刻你会看到什么。你待在家里边，指定会什么都看不到，对吧？3号。你好，男嘉宾。首先来说呢，我们俩都姓王，而且都是2个字，我觉得非常有缘分。这个很特别吗？姓王，你隔壁就是姓王，也2字儿。王雅笑而不语。然后我想说呢，我喜欢旅游，但是我每次旅游的话，我会出去1个月甚至更多的一个时间。哦，你是一个人出去旅游还是？一个人。可以联系到你吗？可以。那还好。我对这个事儿也特别有兴趣。我就在想啊，我们理解旅游这个事儿吧，短一点的2、3天，长一点的10天半个月，这算比较长的了。超过1个月以上，那我觉得它可能那个性质，在我看来都不叫旅游，它叫换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觉得呢？我不是那种旅游，我不是说出去1个月一直在一个地方，我会去沿线的去旅游，然后一直玩1个月或者甚至以上。那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旅游呢？那你为什么不？因为没有对象啊，所以只能一个人啊。来看片子。
我叫王胜，我的家乡在陕西榆林靖边县。之前一直在外地工作，学过新媒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学习经历，能够帮助到家乡的农业经济。我选择回去家乡。17年的时候，过年回到老家，就发现好多菜都赖到地里边，我就想着留下来帮帮乡亲们吧，都是农民，我自己更能明白农民的不容易。来，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靖边的特产。现在呢，也开了一家陕北土特产店，主要是去帮农户去卖东西，通过我的视频去认识我的家乡。现在有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下单，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家小米啊。之前呢，我也帮村民卖出去过好多。通过我的努力，家乡土特产销售量不断提升，乡亲们都乐开了花。这件事呢，我会一直做下去，希望能让有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回乡发展。只要能把自己家乡的菜，还有这些特产都能卖出去，那么生活当然会越来越好。王飞，你爸给你介绍个朋友来了，怎么还来舔你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父母也会给自己介绍一些朋友，方式呢还是比较传统的，先是双方父母见面，然后一起吃个饭，父母呢也会借机走开。好了，你们也出去，你们也出去。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双方父母都有个了解。我也算是经历过几次，但是都话不投机，不了了之。我这人呢有点小仗义啊，找我借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边有一个比较喜欢借钱的这个传统。我爸在20年前给邻居借出去5000块钱，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才要回来。如果做我女朋友跟我一起回来生活的话呢，想吃什么菜都不用愁的，出门走2步就可以找到菜。这次来非诚勿扰呢，家里边也都知道，但他们都不敢相信。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善良姑娘，能喜欢我，也喜欢我的家乡。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那边的特产。这叫油馍馍，是我们自己家做的。油馍馍，大枣啊，这个是大枣。绿豆，这个是红小豆，这个是黄豆，小米，这个呢黑小米，你是来推销你们当地靖边县的一些土特产的？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些健康也好东西。你就是来推销土特产，我觉得也 OK 啊。经常有男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一方面相亲，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把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带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呀。啊，送给他们。谢谢。实在人儿。他介绍一下他们那个一些土特产，我也给你们介绍一下。片子里边最后那一组镜头去到的那个地方是叫波浪谷，对吧？对。我4年前去过。如果你赶上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去那个地方拍出来的照片非常好看，叫波浪谷。它也叫七彩丹霞，就是有时候颜色都不一样，太阳照之后，下雨的时候。记住那个地方哦，在靖边县。还有一个地方在榆林，也是你们这不远，也在我们这个靖边县，在万里长城的中段最有名的那个地方，就在他们那个地方，叫镇北台，非常值得看一看啊！大家旅游去榆林，孟非老师记得特别好，男嘉宾那个眼神都很满意，满意吧？对，你觉得我的服务怎么样？2号，男嘉宾你好。回家乡创业的话，你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吗？我希望自己首先心里边有想法、有梦想，还有就是，因为像现在国家政策也挺好的嘛，就支持返乡创业、乡村振兴这些，给身边的人带来福利。那你现在下一步是怎么安排？你现在从事的就是电商吗？我就想着，我们那边的就是农村嘛，村民比较保守传统一点，我就想
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现在效益怎么样呢？还挺好的，挺好的。秦佳敏，男嘉宾你好，你刚刚说就是借钱的事儿嘛，那我就很想问一下你，你是不是在生活中就是会因为面子呀一些其他的关系，就很难去对其他人说拒绝说不？现在还好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首先要以信任为主，相信别人。这钱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就像一本书上说过，一个人要拿真诚对待别人，别人才会来回馈你。如果你都不相信别人，那也不行。来，13号，男嘉宾您好，在以后的步入婚姻之后啊，这个双方共同的去管理财产的时候，假如说你的另一半可能觉得你跟你借钱的这个人不是很靠谱，他不同意你把这个钱借给他，那你们有这个矛盾的话，你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这个不会有太大的矛盾。我现在就正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管我的一个人。你还有就是你像朋友关系啊，什么塑料兄弟、塑料姐妹这种关系，不借钱有时候也会发生。还有就是钱吧，就是不太重要。这怎么就不重要呢？挺重要的呀。对呀。这件事情像你这样的人不少，经常表达钱嘛不重要，情谊嘛，哥们儿兄弟嘛。其实作为一个今天的现代人，在处理金钱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尊重规则的人，到最后才能维系一个非常好的情感。而只讲情感不讲规则的人，最后规则也没有，情感也没有。谢谢飞哥。来看下一条。给我们讲讲你的情感经历吧。我经历过2段感情。第一个呢是扎着马尾的邻家小姑娘，很乖很单纯。我那时候思想也比较传统，不敢牵她的手，也不敢亲近她。在一起1年之后，我觉得才可以牵她的手了。有一次在我家，我壮着胆子去牵了她的手，我有点头晕。没想到女孩说：“那你不舒服的话，那我先走了。”我特别想挽留她，又不好意思拆穿自己说的话，也真正的看着她回家了，拉着手依依不舍的那个感觉，脸肯定是就像现在通红的，心跳的比较加快一点，就是那种初恋的感觉，还是有点回味的。后来我去外地学习跳舞，本来想着是学一个比较潮一点的爵士呀什么，没想到居然给我报了一个跳摇杆的，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嘛。学习期间我有2天没有联系他，第3天联系到他，他居然给我回复了一句说再也不要联系我了，我要结婚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里边人压根就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第2段感情经历呢，是我回家乡创业之后，通过我的短视频认识我的女孩，也就是这些视频让她觉得我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吧。但是她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伏不定。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女孩，她想和我一起合拍，被她看到了，她就很生气，然后马上把我的微信删掉，说了分手。过了1个多月，她又找我复合。我想了好久，真的深思熟虑以后，我觉得没有结果，就最后也没有和好。走吧，咱们回家吧。那你想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一个每天早上起床去拥抱太阳女孩就可以了。我们导演跟我说，他是他们那个村最潮的人。也差不多。你学的那个舞蹈是？那时候我以为是学街舞，还有就是爵士之类的。然后我舅舅是在那个民族艺术团，然后我妈就给我报了那个民族艺术团，然后学了就1个多月。你跳的怎么样呢？
来一个。崔风明秧歌跳的可好，来一下。西北北，火辣的草了头头，孩子说了愿望有用。很可爱啊，有2个动作细节还是非常可爱的。你可能学的时间有点短。我来问一下12号，你会不会秧歌？会一点。来，让你来看一下，来。因为我学的是双人秧歌，我得让他带着我，因为我可能不太你确定他能把你带好？试一下嘛，试一下。哦，来。你带着他。我的大山北，我的黄土坡，我的青梅子，我辣的爱，我的大山北，我的黄土坡，我的荡漾歌一起扭起来。我觉得女生一带，好像这个男生跳的稍微好一点。好一点，耳朵都跳红了。你觉得他怎么样跳的？跳得太好了，太好是吧？真的。谢谢。王雅，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第2段感情经历啊，你当时说这个女生看到你跟别的女生合拍视频，然后她吃醋把你删掉了。那我想知道，你觉得你们这段感情分开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啊。你说说看呢？就是比如说是我凌晨2、3点，他要吃早餐，我说给他订外卖啊什么的，他就会说分手，你不爱我了。我早上起来给他做饭，他做出来不好吃，他说你不爱我了，分手。他就会拿这些事儿来威胁你。就是具体怎么做呢？因为我觉得说你不爱我了，其实这也是我的口头禅。我跟他说，我说，哎，你今天是不是不爱我了？你都1分钟没有回我的信息，你是不是不想我了？这只是一个口头禅，并不是。这个，但是他会实际搞，就会，比如说我跟飞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我跟我哥们儿打招呼，他都说是，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就是那种，然后再过1分钟给他发微信，他就把我删了。那不挺好的吗？有首歌叫《解脱》，你会不会唱？就是时间久了吧，你就会在内心就积累下来一些东西。哎呀，我发现张文超到现在默默的把灯留着。是的，张文超一开始就绝对。你有什么可以问我？我真的非常欣赏男嘉宾，为家乡做贡献的这个情怀，因为我觉得从事每一种职业都是有一定情怀在里面的。包括我最初选择了医学专业，从事了生殖医学专业，也是因为我希望能用医学的手段和技术，来让万千的夫妇生下健康的宝宝。你等会儿，我觉得你的想法非常的高尚，能不能从自己做起？你先生一个宝宝。所以我来到了飞城的舞台。你最后还有问题要问他吗？最后，就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人家一次没谈过，那怎么办？回家。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
男嘉宾可能也是第一次谈恋爱，可能1年才牵手，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我需要一个比较就是相对成熟的人可以引领我。我说一下，就是你说，自己可以吸取自己的不足之处。我其实情商也挺高的。哎，有趣的灵魂，村里的天花板儿。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风声勿扰，马上回来。风声勿扰，现在继续。你的决定是？我本人的意愿还是就是我还可以灭灯吗？你可以。但是你灭灯的原因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我是恋爱小白嘛，然后我希望有一个相对成熟然后有学识的人可以引领我。第二条是我的专业是医学专业，我其实更倾向于找一些医疗或者是生命科学的人，我觉得这样更有话题。这是我的一点个人不太成熟的想法。鉴于你是从来没有过这种亲密关系的，你刚才的所有的诉求都没有问题，甚至我很赞赏这种想法。但是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那种和异性之间的这种沟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先把他的包容度那个门开得大一点点之后，也许会让你打开一扇你原本并不知道的窗户，也许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你不妨想一想，此时此刻的你更愿意做哪一种尝试？我只是一个建议而已。而且这个男嘉宾其实让我想到最近网上有个词儿很火，新农人，就新一代农人，之前还上过热搜。其实未来大概10到20年的时间，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的，提供给年轻人有学识、有想法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对于年轻一代也是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就当我们回到家乡，不是只带了一个青年的劳动力回去，我们要把知识背后的生产力带回去，让整个未来的焕然一新其实是在我们手上。对，陈明老师说的特别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的是你。对于张荣昌最后的面灯，我尊重他的选择，我在等那个对的人。如果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我会好好的珍惜他，呵护他。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飞哥好，二位老师好，现场的20岁女嘉宾以及观众，你们好。我叫王宗成，今年25岁，来自山西太原。台上有没有来自太原的？我记得是有的。这里我是15号。这个都是我们太原的。你好，你好，你好。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可以把我们的合照放到钱包里。就是我出差比较多，所以说我一般钱包里会放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包括钱包有一个位置是放相片的位置，是空着的，所以说，出差的时候也能翻到它。哦，现在还用钱包的女生举手看一看。不好意思，一个都没有。他们跟你谈恋爱还要专门买个钱包。没关系，我放。24号，男嘉宾你好，以前可以放照片在钱包里，现在用手机支付了，可以放在朋友圈里啊，更有视觉体验。对呀。其实我就是觉得，因为手机感觉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没有一个实体的那种手感。我是觉得那种照片拿上去之后非常有惬意的那种感觉。放在手机壳上行不行呢？也不是不可，也不是不可，这能商量。也可。我有点理解，就是那个我们爱看纸质的书，纸质的书的感受不一样。对，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就是身边的朋友里面，我就是一个比较老的人，怀旧。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让我一心二用。你们是不是这种人？举手我看一看。朱瑞，你是这样的吗？对，我也是这样，因为我是属于，比如说别人打断我了，我在干什么，我就会突然忘记，哎，我刚才在干什么？哎，你让我干什么？我2件事情都会同时忘记，我是属于这种。一条鱼，7秒钟的回忆。21号。男嘉宾您好，就其实我是那种就是不能一心二用的。我最记得有一次就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本来也是就是不认识路的，然后我就跟着导航走，旁边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话，我就真的听不见，然后他说，哎，你能不能回应我一下？我说别急，我说你等一下，我说你真的别跟我讲话，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路怎么走。我就是真的只能干一件事情。确实是，反正就是你像如果像是你说的那种，咱们要导航去一个地方的话，完全会戴一个耳机。对，他让我左拐我左拐，他让我右拐我右拐，他让我直走我直走，他让我退我退，就这么简单。刚才说到一心二用这个问题啊，这是人脑的一个基本本能，就是人脑的基本构造就决定了，其实任何时候同一时间都只能想和专注一件事儿，除非是不需要动脑筋的事儿，比如说肌肉记忆。除此以外，只要需要调动内存的，人脑都是同一时间只能专注一件事儿。我特别理解这个男嘉宾说的，因为我观察很多男人，他是完全不能被打扰的，他一打扰以后会烦躁。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很重要。看第一条片子。奶茶可能是当下最受年轻人喜欢的饮品。特别是女孩子们捧在手上就能快乐一整天，而我呢，去不同城市旅游就会打卡当地的特色奶茶。我叫王宗成，来自于一个曾经是奶茶荒漠的城市山西太原，现在是一名奶茶店店主。有次和朋友们喝奶茶聊天，哎，你们说要是往这奶茶里面加点醋，会是啥口感？哎呀，你倒是会想，你怎么不加点煤呢？要不咱们开一家山西本土特色的茶饮店如何？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不错，说干就干，于是就准备合伙开一家太原本土特色的茶饮店。为了能选一个好地段，让更多的人尝到我的杰作，我连续半个月在路边观察人流量。为了调出一杯入口绵柔、百喝不腻的奶茶，我尝遍实验基地的奶茶，喝了都想吐。我想把我对奶茶的品味和理解分享给每一位奶茶爱好者。有时候我会给路过的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把奶茶的温暖带给更多的人。不在店里忙的时候，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弹吉他。我从小家庭的音乐氛围就很浓厚，妈妈是本地的梅户戏演员，经常参加演出。我爸爸呢会打板鼓，会拉二胡，还会架子鼓。3个人在家就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生活中，我在朋友当中的人缘还不错。我跟朋友的相处模式就是从来都不假客气。比如和朋友们吃完饭买单，其他人可能都是抢着买单。要么这顿我请，还是我来吧，我来吧。没事没事，我来吧。但我就直接说，那你们去吧，下次我请。去啊！跟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一个女生穿了新衣服，
一般大家都会非常礼貌地夸赞几句，你这新帽子真不错啊。而我就会说我最真实的想法。我怎么觉得不戴帽子更好看？我向往的生活是简单又放松，每天早上起来泡一杯茶，健康又养生，把该干完的事情干完了就可以了。直接唱。这个歌的名字叫《爱情万岁》。管他是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我决定此时此刻只能拥有你。尽管有人说分离是生命的主题，我可以为你难过，也可以为你错过。我要谈论的爱情，爱才是目的。爱情万岁，爱情万岁，爱情万岁，爱情万岁。15号。男嘉宾你好，你是山西的，我也在山西工作。你说那个山西特色奶茶，那山西特色肯定是醋呀。那你有没有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之前我做产品调研的时候，我试了大大小小几千杯饮料，包括你说的加醋、加酒各种加，但是真的不好喝。有些特色不能硬往上加。是的，要是重庆人开一个奶茶店，非要加点麻辣进去吗？火锅。11号，我想就是帮12号说一下，他喝过那个奶茶。哦，是我可能是去过你店里喝过。你应该见过我吧？好。但是我没印象了，没印象了。尬住了，尬住了。你看你哪来的自信呢？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父母好像是有点关系的。你父母好像是个文艺世家，你们啊？对，咱爸会。你不要咱啊！你爸岁数应该比我大不了几岁。大哥。我爸是会点乐器，会。戏曲里面的板鼓，还有一个就是二胡，再有就是在我小时候印象里面，我爸爸会架子鼓。咱妈会的曲目是什么？咱妈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家属于山西晋南，然后我妈唱的戏种也是晋南地区的戏。我知道的有2种，第一个是梅户戏，梅户戏是我们家那儿比较好听而且好唱的一种戏。是临汾那一带吗？对。他是想给你击个掌，飞哥，然后手在空中绕了2个。尬住了。再有一个临汾的有戏就是蒲剧，但是怎么说呢？蒲剧的话，因为它都是很高很高的音，就是让人。你唱2句听听呢？哎呀，先饶了我吧，这确实不行，这个。啊。看下一条。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恋爱是我的初恋，在我大2的时候，我的舍友为了让我脱单，煞费苦心。接待新生的时候，你放心，这次一定在新生里给你找个女朋友。一会儿要是你喜欢啊，你就冲我挑挑眉；要是不喜欢，你就不要说话。然后遇到她的时候，我就完全被吸引了。她很漂亮，双眼皮，瓜子脸，很白净，有些害羞，感觉性格比较内向。学长，请问女生宿舍在哪儿？哦，来，把这位学妹带到宿舍去，好好表现啊！一路上虽然我很心动，但是却没敢开口跟她说话。到宿舍楼下，我终于跟她说：“你刚来这个学校，谁也不认识，要不你记我个电话号码？”这样我就有了她的号码，然后我就在舍友的帮助下，开始了对这个女孩的追求。有一次我约这个女孩出来，学长，我手好冷呀。我手也有点冷。
我真是恨铁不成钢。人家说手冷，哎，你就把他手拿过来，放怀里暖和暖和呀。终于有一次，我在给他递水的时候，故意把水掉在了地上，然后拉住了他的手，这算是第一次牵手了，而且一直走到宿舍门口，他都没有拒绝。抓住机会，直接表白。内涵，我喜欢你。我们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我经常会弹琴唱歌给他听。毕业以后工作了，我就开始忙碌了，但是他很粘人，一天见不到我都觉得冷淡了，我们就开始有了争吵，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但是也一直拖着没有说分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朋友圈晒了跟另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就把他删了，再也没有联系。未来我想找一个聪明一点的女生，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笨手笨脚的，她跟我互补一下，这样未来的生活会更幸福一点。那瓶水操作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呀。确实是。难度。可以，我现在给你示范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做的。你挑一个女生上来跟你玩这个。哇哦。那就跟我们台乐的吧。12号啊，你来。就比如说，喝杯水。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垮了，重新来。咱们一块儿蹲下。I'm 18. Got my finger on the trigger. 我就想问一下，作为女生，如果一个男生用这样的方式把你的手一抓，你的感受是？我会有点讨厌。换我也讨厌。但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有情感积淀了，就是跟这个片中的那个女孩有一段时间的相处。但如果刚刚开始认识接触的时候，确实会让女生有点不适啊。对对对，哎，谢谢，好。孟伟老师，我想解释一下我刚才那个手冷的那个啊，你说。我当时跟我第一个对象呢，我俩在一块逛，逛着逛着，他就忽然说：“哎，宗成，我手有点冷。”我当时就想，我手也冷啊，你说我怎么给你暖呀？然后我就想了这句话，我就说出来，我手也冷。台上有24个小姐妹，问问她们就知道，女生会在什么情况下跟男孩说我手冷？来，这是第一个问题。13号。男嘉宾你好，我觉得就肯定是这个女孩对你还是挺有好感的，所以她才会说，哎呀，我手有点冷，其实就是暗示你要进一步的举动啊。但是没想到你那句话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第二个问题，如果你听到男生说我手也冷，你们的感受是？15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之前真的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女生的心理，真的，天哪，这男的怎么这样呀？教都教不会的那种。我在想，就是如果这个女生她足够喜欢你的话，也许她会给你一次机会，但你没有把握住，她会觉得这个男生很单纯，那么也许她会给你再一次机会。可能就会有女生喜欢这种生涩的、没有经验的，你说对不对？对。这是我大学第一段恋爱，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恋爱，我之后也没有其他的恋爱经验。8号。男嘉宾，我来让你体会一下虐杀时刻啊，就是你来跟我说我想你了，然后我来给你一个回复，然后你就这样可以体会到女生的心情。
我想你了。那你就想啊。我觉得可以。他并没有被虐杀到。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男嘉宾，我刚看你的 VCR， 你说和你的那个初恋是因为他粘人，然后总见不到，后来分手的。其实我生活里也是有一点粘人的女孩，那你如果说你谈一个比较粘人的女朋友，你们两个不在一起，你会怎么处理呢？如果我俩不在一起，只要我闲下来，身边没有事，我会立马找他去。最后留灯的是15号、19号，来有请。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王宗成的智推女生是桂梦娇。男生性格温和踏实、自信勇敢，爱运动、阳光有活力，喜欢团队协作、有爱心，感情里在意跟另一半的互动感，喜欢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女生性格温柔细腻、坦诚直率，感情里面非常在意跟对方的互动感，随着了解的深入，慢慢建立感情。两个人对待感情呢，都属于按部就班，慢慢的了解来建立感觉，都喜欢陪伴和互相分享自己的内心。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爱生活，爱厨艺；2择偶标准；3我和我的猫咪，选一个。3吧。看条短片。Hello， 小妹妹给大家打个招呼，我叫妹妹，我是一个女生，我最爱的姐姐叫做旺旺。李嘉欣无辣不欢，希望你我近期歌单。2，希望未来的你不要对女友控制欲太强，比如发展到要查手机、查社交、聊天记录之类，会让人觉得不被信任，也显得男方很不自信。桂梦娇钟爱美食，注重仪式感，我心中的恋爱脑。3我心中的恋爱脑。在感情中对另一半真心付出当然是很好的，关键就在于恋爱脑的内容和程度。不要因为感情而迷失了自我，要有经营好这段感情所做出的努力，当然也要有悬崖勒马、果断离开的勇气。安小杰，爱我请坚定，运动小达人，我的专属模特。爱我请坚定1，希望自己是心仪男生的坚定选择，而不是比较来比较去，犹犹豫豫之下才做的决定。来，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让你们用一杯饮品形容我，你们会去怎么形容？糖度，凉的、热的、酸的、甜的。甜度，先来。全糖。全糖。你是全糖，好了，来。哦。热的是冷的。热的。全糖的热的，我的妈呀，得齁死了吧得。但是我说一下，我在生活中其实喝奶茶不太多。哦，来第2个。7分。7分糖。热的。桂梦娇。我也7分，然后热的，因为我平时就是喝奶茶、喝各种饮品加的都是7分糖，所以我非常喜欢7分甜。哦。15号。5分，热的。你自己评价一下自己。3分，凉的，酸的。其实就是一杯柠檬水吧，很简洁。来吧，最后时候到了，你要选择中间2个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吧，最后时候到了，你要选择中间2个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去。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不过是半点认真。我是对的人，这简单的眼神，也勾起了心里的疼。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我？第一原因就是咱俩在台上也都互动过嘛，你是太原的，然后我也是太原的，然后肯定会咱们以后的联系肯定会，是吧？会非常频繁。我觉得距离上也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其实他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哎，这个男生挺活泼的，挺能聊的。后来因为他只谈过1段感情，而且他可能并不怎么会去经营，包括去跟去向他朋友求助呀。我觉得我是也可以教会他。好呀，还可了。牵手了一个太原的姑娘，也是一个挺好的结果，祝她幸福。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